上海这个曾经象征中国繁华与奇迹的城市，终于在2025年迎来了自己最讽刺的一幕：地铁员工被迫下岗，降薪潮汹涌而来。要知道，地铁曾经是中国城市的面子工程、政绩的金字招牌，多少城市拼命举债修地铁，只为在地图上画出更多线路颜色。但如今，连上海地铁都撑不住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上海地铁全国客流量最高、财政补贴最强、亏损最隐形的地铁公司，开始动刀裁员、降薪，首批2000人，几乎清一色40-50岁的中年人。这背后折射出来的，不仅是一个行业的困境，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萧条。上海申通地铁正在悄悄启动一场裁员大潮。很多在地铁系统干了一辈子的老员工，突然接到通知，该走的走，该退的退。公司给出的裁员补偿分3档：工龄30年的值班站长43万元，工龄25年的列车司机31万元，工龄20年的维修技师23.5万元。乍一看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40多万，比不少白领1年的年薪还多。可那些在地铁岗位上干了几十年的员工，只能苦笑，在上海能撑3年就算不错了。要知道，上海的房价均价仍在每平方米6.5万元，一套90平米的刚需房要近600万元。中年人要养房贷、车贷、孩子学费、父母养老，失业后社保还得自己缴。43万，那只是看起来体面，实际上是断头饭。更残酷的是，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没有再就业的机会。互联网不要，中年人被贴上高龄落伍的标签，外企大规模撤退，根本没有新的岗位，制造业产能过剩，企业忙着裁员，哪还有心思招人？留给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网约车、外卖、快递。可现实残忍，一个月拼死拼活，收入也就5000块左右。更别提上海这样的城市，光是房贷利息就能轻松把这点钱吞掉。于是，这笔补偿金成了催命符。拿到手的一刻，或许还能松口气，但用掉一半之后，焦虑就会像阴影一样吞噬整个家庭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普遍现象。根据中国人社部的最新数据，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官方公布是 5.1%， 但青年人失业率一度被暂停公布。民间机构测算，2025年中国真实的综合失业率可能接近 15%， 其中40岁以上的中年人再就业率不足 20%。 是的，和1998年的下岗潮相比，这一次更惨。因为那时中国经济上处于增长期，下岗工人还能去沿海打工，还能靠房地产和制造业的扩张找到出路。但现在呢？经济萎缩，产业外迁，房地产塌陷，能去哪里？裁员并不是凭空发生的，而是因为客流量真的在下降。2023年疫情解封后，上海经济一直疲软，早高峰客流比疫情前少了1/3，而2024年到2025年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下降。最近，他周末去车站旁的大型商场，结果中午饭点，美食街只有奶茶、炸串店前有人排队，而日料、牛排、西餐厅，甚至必胜客都空空荡荡。这就是2025年上海的消费写照，降级，全面降级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.1%， 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之一。上海零售额更是出现下滑，餐饮业整体营业额比2019年下降近 20%，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停滞，而物价却呈现结构性通缩，高端消费无人问津，只有小吃、奶茶还能维持人气。换句话说，上海地铁客流量下降，
不只是交通问题，而是经济衰退的放大镜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上海地铁不是全国最赚钱的吗？为什么连它都撑不住？答案是，地铁从来都不是赚钱的买卖。根据公开数据，2024年，中国至少有26个城市地铁在扣除政府补助后依然亏损。北京地铁客流量全国第一，依然亏损216亿元。深圳地铁号称最盈利，结果2024年净亏损334亿元，相当于每天亏1亿。青岛亏损88亿，成都近70亿，宁波75亿，全国28家地铁公司总负债超过4.7万亿元。再看看建设成本，上海地铁19号线每公里造价高达20亿元，全国平均造价也在10亿元每公里以上。更要命的是，地方政府原本指望靠地铁加房地产的套的模式回血，地铁修到哪，土地升值到哪。但房地产已经崩盘，土地出让金收入从2021年的8.7万亿元跌到2024年的4.3万亿元，几乎腰斩。地方财政本身都捉襟见肘，哪还有钱补贴地铁？于是地铁就成了财政的吞金兽，成为债务危机的引爆点。裁员只是开始，未来更残酷的在后面。地铁公司领导早已放话，随着无人驾驶技术普及，到2028年，上海多条地铁线路将全面自动化，届时司机、站务员甚至维修人员都将被大量裁掉。是的，今天是2000人，未来可能是2万人。这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，广州、深圳、北京、成都都在试点无人驾驶地铁。一旦推广开来，几乎全国所有地铁司机和站务员都将面临失业。对比日本和欧美国家，他们的地铁自动化率远低于中国，因为他们要顾及就业。但在中国，财政压力逼着地铁公司必须削减人工成本。于是，这些曾经被称为铁饭碗的岗位，也像当年的下岗工人一样，被无情抛弃。很多人把上海地铁裁员当作行业性问题，但事实远比你想的严重。它不是一家公司、一座城市的困境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镜像。回顾历史，1998年的下岗潮，有3000万国企工人被迫下岗，直接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。那时人们说，下岗女工去卖早点，下岗男工去开出租。但别忘了，那时中国正好加入 WTO， 外贸高速增长，房地产蓬勃兴起，下岗工人至少还有机会重新融入。如今呢？2025年的这场失业潮，却恰好发生在经济全面下行、房地产崩塌、外贸下滑、债务压顶的时刻。没有新产业来承接，没有快速增长来消化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波比1998年更惨烈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速只有 3.2%，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新低之一。出口总额同比下降 5.6%， 连续2年下滑。全国房地产销售额比2019年暴跌，超 50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就是无数人的饭碗碎裂。上海地铁裁员还有一个深层原因，社保缴纳压力。根据最新社保政策，企业要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，综合负担率接近工资的 30%。过去地铁公司还能勉强扛住，但如今财政不给力，客流量下滑，企业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省钱。于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裁员，把社保压力转嫁给个人。可对于40-50岁的中年人来说，一旦失业，就意味着要自己掏钱交社保。上海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加社保一年要近3万元，这对失业家庭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。有人算过一笔账，如果一个中年人失业后自己缴纳社保，5年下来至少要花15万元。
而这笔钱几乎就是他们拿到补偿金的1/3。补偿金本就不够生活，再加上社保支出，几乎是一场慢性绞杀。过去大家觉得地铁公司亏损没关系，反正政府兜底。但2025年的现实是，地方政府自己都快撑不住了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0万亿元，如果算上隐性债务，总额超过90万亿元。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8.7万亿元跌至2024年的4.3万亿元，缩水一半。财政收入大幅下滑，但支出却居高不下，基建、养老金、医疗、教育每一项都是无底洞。于是政府不得不选择硬着头皮削减补贴，把亏损压力甩给地铁公司，地铁公司再甩给员工，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裁员降薪潮。这就是所谓的财政传导链，中央财政吃紧，地方财政透支，企业自保，员工遭殃。更残酷的是，这不仅仅是财政和企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恶性循环。消费降级，人们不敢花钱，购物中心冷清，地铁客流量减少，客流减少，地铁收入锐减，亏损加大。企业亏损，裁员降薪，削减成本；裁员降薪，中产失业，家庭收入下降，消费进一步萎缩。这就是中国经济正在陷入的螺旋式下坠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靠科技创新不行吗？抱歉，事实是，高端芯片被卡脖子，新能源车产能过剩，库存堆满港口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有限，创造不了大规模就业。未来几年能创造大规模就业的行业几乎看不到。过去大家以为公务员、事业单位、国企是最后的铁饭碗，可2025年之后，你会发现铁饭碗已经开始碎裂。上海地铁、深圳地铁、北京公交，接下来可能还有高铁公司，2024年亏损超过1100亿元。公交公司很多2、3线城市已经宣布削减班次、裁掉司机，甚至电力、自来水这些国企也在悄悄压缩人员。中产阶层一旦失业，就意味着整个家庭的坍塌。有房贷、车贷、孩子教育成本的家庭最脆弱。当失业潮和消费降级叠加，就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泰国、印尼，成千上万的中产瞬间跌落谷底。现在的中国正在重演同样的故事。上海地铁裁员降薪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更多国企启动裁员潮，公务员降薪常态化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博士送外卖成为新闻，中年人失业无处可去，靠刷信用卡、拆公积金过日子，消费持续萎缩，社会氛围越来越压抑。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中国经济的裂缝已经延伸到每一个普通人的餐桌、房贷和未来。当连上海地铁这样的超级国企都撑不住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承认，中国正在迎来一次比1998年更深刻的失业潮，而这才刚刚开始。